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公元前92年的某一天，汉武帝正坐在建章宫内养神。这时候已经64岁的他，最近明显感到是精力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呢，最近几年的烦心事还是特别的多。公元前98年，天下大旱；公元前95年，又是一场大旱；到了今年，又是大旱。连年的大旱加上大兴刀兵与匈奴的作战，使得西汉帝国在汉文帝、汉景帝期间积攒下来的那些家底已经是消耗殆尽，人口也已经锐减到了不及以前的一半。连年的干旱又使得更多的人流离失所，天下盗贼四起，呈现出一片乱象。如果说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代表着地上的人的一个烦恼的话，那汉武帝最近的每天夜晚可以说都是星光灿烂的日子。今日难得清闲，汉武帝就放下了纷乱的情绪，坐在建章宫内，望着远方，愣愣地出神。突然间，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持剑的人走进了钟龙华门。钟龙华门一向是戒备森严，走入这个门就是皇帝的寝殿，怎么可能允许一个人持剑而入的？那些侍卫们都去了哪里？汉武帝不认识这个人，他也相信这肯定不是他身边的侍卫，而且看起来他也不像是上天派来与汉武帝接头的神仙。虽然说晚年的汉武帝一向是热衷于求仙问道，但迄今为止一个神仙也没见着，倒是引来了不少的装神弄鬼的方士巫师齐聚长安。汉武帝见此人来者不善，忙大呼救驾。这时身边的侍卫涌出，冲向了那个人。那个人置剑于地，就跑入了重重的宫阙之中。虽然有众多的侍卫四下搜索，但居然还是没有见到那个人的踪影。这个人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汉武帝非常的震怒，他处斩了负责看守宫门的官员，而且在不久以后又调来了大批的部队，在长安城的宫内宫外开始了一番大搜索，但依然没有找到那个人。这个人去哪儿了？他是怎样做到持剑进入皇宫竟然不被发现的？他是什么人？他是不是人？这一切最终是没有答案。几天的全城大搜索也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不过倒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在这次搜查中，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宫墙之内，都发现了大量的用于巫蛊之术的器皿。汉武帝这才发现，巫蛊之术这时候不管是在宫内还是在民间，都已经是异常的猖獗。公元前92年的长安城可以说是妖气弥漫，而这起疑似行刺案件也拉开了西汉时期涉及人数最多、波及范围最广、最终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巫蛊之乱的帷幕的一角。而彻底把这个帷幕掀开，露出巫蛊之乱的血盆大口的，却是源自于一个人，一个叫公孙敬升的人。这个人呢，还真不是外人，与他对标的是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冠军侯霍去病。所谓的对标，只是指的他们在亲戚关系上。这个公孙敬升是公孙贺与魏君如的儿子。魏君如就是卫子夫的长姐，卫子夫还有一个二姐叫魏少儿，她曾经与一个叫霍中儒的平阳县的小吏私通，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去病。所以公孙敬升和霍去病都是卫子夫的外甥。这次公孙敬升是真的犯了事儿。他利用担任太仆，所谓太仆呢，是秦汉时期的一种官职，也是九卿之一。主要工作呢，就是负责皇帝的车马以及马政。他利用这个职务的方便，竟然贪污了北军1900万钱，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他也因此被下了大狱。所以说，公孙敬生与霍去病只是在与卫子夫的亲戚关系上，二人是对标的，在其他方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公孙敬生他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皇后的姐姐的儿子，同时也是宰相公孙贺的儿子。而霍去病最重要的身份是大司马、大将军、冠军侯。公孙敬生这辈子做的最出名的事情就是贪污，而后被下了大狱。而霍去病这辈子最辉煌的事情则是封狼居胥。公孙敬生拉开了最后祸及万人的巫蛊之乱的帷幕，而如果霍去病还健在的话，江青之流怎么敢对太子刘据动手？怎么敢去威胁卫子夫呢？卫子夫的亲戚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了，比如说他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卫青。卫青呢是卫子夫的母亲卫媪与一个叫郑季的男人生的孩子，本来应该叫郑青，但是呢后来因为卫子夫发迹，所以就复了卫姓。卫青与霍去病曾经是汉武帝执政期间帝国的两大柱石，不过这时候这两个人都已经去世了。卫子夫有卫青、霍去病这样优秀的亲戚，所以出一个像公孙敬生这样的败类，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公孙敬生入狱以后，他的父亲公孙贺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去搭救。这时候呢，正好有一个机会，汉武帝正在全国推举一个叫杨陵大侠的人。这个所谓的杨陵大侠叫做朱安世，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引起了汉武帝的震怒，通缉全国要捉拿他，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抓住。所以公孙贺呢就向汉武帝请示，说能不能把抓朱安世这个事情交给我，由我来办，如果抓到了，就算是将功折罪，希望皇帝能放过我的儿子公孙敬生。汉武帝居然答应了。和历史上所有的什么黑社会呀、什么大侠呀一样，不管你曾经多么的威风，多么的有权势，但是如果官府真的认真起来，顷刻间你就会被扫进垃圾堆。杨陵大侠朱安世也是如此。丞相公孙贺只是动用了自己的一些手段，大侠就落网了。这位大侠进去以后，在知道了公孙贺为什么要与他作对的原因是想救他自己的儿子以后，非常的生气。这位本身自带河豚毒性的大侠，在狱中上书汉武帝，揭露了一起惊天的大案。他说公孙敬生与汉武帝的女儿杨氏公主通奸，而且呢，两人还在天子车马通过的驰道下面埋藏了一些咒上的器物，目的就是诅咒汉武帝。汉武帝震怒之下，将公孙贺一家都投入了大牢。汉武帝命人挖开驰道，果然发现了用于诅咒的木偶人。而公孙敬生的职务本来就是负责车马驰道的，再加上酷吏杜周的一番操作，公孙敬生的罪名就被坐实了。公孙一家，包括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如，都被投入了大狱。由此受株连的还有汉武帝自己的两个女儿杨氏公主以及祝懿公主。这两位公主是不是卫子夫的女儿，这一点呢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她们的的确确是汉武帝的亲生女儿。这起案件在酷吏杜周的操作下还在不断的扩大。很快，曾经与杜周有过摩擦的卫青的长子卫抗，也就是卫子夫的亲外甥，也被卷入其中。最后，汉武帝下令处斩了公孙氏全家，包括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如、朱懿公主、杨氏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抗。杀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卫子夫的家人，当然也是他的儿子太子刘据的家人。巫蛊之祸的这把屠刀已经砍向了太子刘据的表兄弟、他的姨母以及他的亲妹妹，正在向他自己挥去。太子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他已经30多岁，做太子也做了30多年。
从性格上讲，他与他的父亲汉武帝刘彻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的身上更多的可以看到他的曾祖父汉文帝刘恒的影子。汉武帝刘彻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而从太子刘据身上则能看出黄老之说与儒家学说的润物细无声的滋养。所谓法家，其实它的本质呢，就是让这个世界功利起来，然后为统治者服务。而儒家的本质呢，可以说是让整个世界安定下来，为统治者服务。道家则不一样，道家的本质是让统治者和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为自然规律服务。汉武帝刘彻做事喜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所以呢，他也重用了一些酷吏。这些人可以保证他制定的政策可以强力地执行下去。而太子刘据则想实行仁政，对人宽悯，在他监国期间，也悄悄地平反了一些汉武帝制造的冤假错案。这样，慢慢的，他身边就聚拢了一些有忠厚君子之风的官员。而在他的对面，那些酷吏们则集合在了一起，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有机会扳倒太子，但他们不敢，因为太子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就是他的舅舅卫青。卫家的势力当时是权倾朝野，无人可以撼动。但即使如此，卫子夫仍然担心他的儿子与他的丈夫由于执政理念的不同，会使他儿子的太子之位不稳。他把这种担心也告诉了他的弟弟卫青。有一次，卫青到宫中见汉武帝，两个人进行了一番谈话。汉武帝说：“我执政这段时间四夷来犯，国家不得安宁，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大兴刀兵。这样不免就会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我虽不愿，但我也无奈。但我也知道，倘若我的后世也像我这样折腾的话，必然会导致像先秦一样二世而亡。而太子宽厚贤明，是后世帝王的最佳人选。听说皇后和太子常为此事担忧，所以也请你转告他们，让他们不必忧虑。”从这些话，大家可以看出，汉武帝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听到这话的卫子夫摘掉了身上所有的首饰，亲自去汉武帝的宫中谢罪，请求汉武帝宽恕他们的多虑。汉武帝依然充分信任他的太子，他在出游的时候总是把国事全盘的交给太子来处理，而后宫则交给了卫子夫。他们母子二人都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就连一向挑剔的汉武帝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没有任何的怨言。由此可见，太子刘据的治国能力已经得到了汉武帝的首肯。一切都是进展的那么顺利，也许汉武帝100年之后，太子刘据就会接任皇帝，那时候那些酷吏们的好日子自然也就到头了。但期间还是发生了变故，站在太子刘据身后的那个人倒下了，卫家的参天大树倒下了，卫青病逝。卫青病逝以后，权力的天平就开始倾斜，那些想陷害太子的酷吏们开始蠢蠢欲动。有一次，太子去卫子夫的宫中探望，待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当时的黄门侍郎苏文就去禀告汉武帝，说太子在调戏皇后宫中的宫女。汉武帝没有说什么，只是转天又给太子府增加了200多名宫女。太子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给我增加那么多的宫女？后来一了解，才知道是苏文后面使的坏。卫子夫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对太子说，让他想办法除掉这个祸害。但太子说，身正不怕影子斜，父皇英明，不会为这些些小所迷惑。只能说太子还是太天真了，有时候你就需要杀几只鸡，让那些在你身后上蹦下跳的猴子们消停消停。而这时候，汉武帝与太子之间的嫌隙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当时光推进到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公元前98年，全国大旱；公元前95年，全国再次大旱；前92年，第3次大
大旱。汉武帝之前四处征战所带来的恶果，这时候全部的反噬了回来，天下是盗贼四起，汉武帝的心境再也不能安静下来了。他以前自认为完美的政绩栏中出现了不少的污点，这对于一向要求完美的汉武帝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汉武帝很不开心。这个时候，汉武帝这样的老人家的面子往往已经胜过了一切。他不希望由他的儿子来纠正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希望把一个完美的王朝交给他的儿子，然后再由他的儿子开启一段完全不同的航程。但现在各类的问题是纷至沓来，汉武帝或许这时候已经预感到他已经做不到了。现在每次太子出现在他面前，他都能隐隐地感觉到自己以前的一些政策上的失误，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让他觉得不爽，而且也越来越让他感到了一丝丝的危机感。执政几十年的老皇帝，骄傲的汉武帝，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被全盘否定。这段时间也不是全是倒霉的事情，也有一件令汉武帝分外欣喜的事情，就是他所宠信的钩弋夫人在公元前94年为他生下了一位皇子。这一年汉武帝已经是62岁。据说钩弋夫人怀刘弗陵整整怀了14个月，就像传说中的尧帝一样。汉武帝很高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好的讯号。他还特意把钩弋夫人所在宫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尧是一代帝王。汉武帝此举释放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有的朋友一定会问，怀胎14个月，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按照科学角度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怀胎14个月，那生下来的一定是个死胎。而且这时候汉武帝也已经62岁，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不禁有人会怀疑刘弗陵是不是汉武帝的亲生骨血。即使是到了后来，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在登基以后，燕王刘旦谋反，他打出的旗号之一就是刘弗陵并不是汉武帝的骨血。那么刘弗陵不是汉武帝的骨血，还能是谁的呢？毕竟他的母亲钩弋夫人是居住于深宫之中，怎么可能接触到除汉武帝之外的其他的男人呢？所以有人就脑洞大开，说这位给汉武帝戴绿帽子的男人会不会是经常陪同汉武帝出入内宫的臣子，比如说江充，比如说霍光。所以江充想杀了太子刘据，这是他想为自己的儿子扫清道路。又所以汉武帝最后处死了钩弋夫人，这是因为钩弋夫人送给他的这顶绿帽子。当然了，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想。我想汉武帝虽然已经是62岁的高龄，但或许是老当益壮呢。年轻的时候，汉武帝的生育能力确实不是很强，这可能与他的双性恋的经历有关。到了老年专注于一头的时候，也可能雄风突现呢。而所谓的怀胎14个月，这可能是一种政治宣传吧。毕竟在史书中，很多的圣主都有怀胎时间超长的记录。比如说《史记·武帝本纪》中记载的皇帝，就曾经在母府内待了24个多月，尧是待了14个月。后世南北朝时期那些匈奴的雄主们也是纷纷仿效，比如说匈奴人刘渊就是怀胎13个月，刘聪怀胎15个月，苻坚12个月。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千呼万唤就是不愿意出来，好像作为圣主是一定要在娘胎中打好基础，不喝够了过期羊水都舍不得出来。所以超长的怀胎时间也成了圣主们的一个符号。我想刘弗陵不过是借用了这个符号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刘弗陵的出现让太子刘据感到了一丝丝的威胁。而亘古之祸
并没有结束。汉武帝这时候找到了一把好枪，或者说是一条好狗。这个人就是来自于燕赵之地的江充。江充有一个妹妹，非常的美貌，江充就把这个妹妹献给了当时赵王的太子刘丹。当时的诸侯国的王子也是叫太子，这和以后的朝代是不一样的，所以江充也就自然成了刘丹的宠臣。但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二人交恶，江充居然就偷偷的举报了刘丹，害得刘丹丢了性命。江充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一位奇异之士。据说他第一次见汉武帝的时候，穿着的是一个奇怪的衣服，而且头上插满了各种的鸟毛，完全是一个妥妥的鸟人。汉武帝那时候大概是因为年龄大了，审美方面出现了偏差，明明是应该说燕赵多禽兽，却说成了燕赵多奇士。就这样，江充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江充得到汉武帝的信任以后，他最想做的职业就是酷吏，因为在汉武帝的晚期，酷吏之风盛行。俗话说，把猪放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江充不是猪，但胜似猪，他是一个鸟人，所以他飞得比猪还要高。江充首先是为汉武帝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就是他通过罗织罪名，把一些官员下入大牢，然后让他们花钱来赎罪。因为在汉朝时期有这样的法律，犯了罪可以用钱来赎买。通过这种方式，江充为汉武帝搜罗了大量的财富。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所谓的罚款经济，或许始作俑者就是这位鸟人江充。自从在宫中发现了这么多巫蛊之物以后，汉武帝觉得自己是浑身上下脚后跟疼。江充趁机进言说，一定是宫中还有更多的巫蛊之物还没有被发现，所以汉武帝就让江充全权负责这件事情。以前查抄宫内的巫蛊之物呢，都是通过当时的官员，而江充则找了一些江湖上的方士，说他们有神眼，能够看到地下藏着的巫蛊之物。其中有一位方士叫弹劾。有了汉武帝的支持，江青开始在宫内大肆的搜查巫蛊之物，他的矛头也慢慢的开始指向了太子刘据。那么江充为什么要指向太子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仇吗？他们之间确实有一个过节。有一次，太子的手下驾马车在天子的驰道上奔跑，被江充看到了。江充就扣押了太子的马车和驾马车的人。太子亲自去向江充求情，说我倒不是不舍得这个马车，也不是真的想让救这些人，不过呢，你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禀报给我的父皇？这本来是件顺水推舟的事情，江充只要答应下来，双方都能卖一个好。但没想到江充是立功心切，很快就将这事儿告诉了汉武帝。汉武帝当时是非常的舒畅，觉得江充这人连太子都敢举报，绝对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江充初时也觉得很得意，但突然想到了汉武帝日渐苍老的容颜，他知道汉武帝的时日已经不多了，而将来继位的会是太子，那太子又会怎样对付他呢？想起这些，江充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所以江充想，如果想让自己的富贵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一定要扳倒太子。这也就是他将黑手伸向太子刘据的原因。江充先是从那些已经失宠的妃嫔的府邸下手，搜出了一些巫蛊之物，但是呢，并不是特别多。后来江充又说是弹劾向汉武帝说他看到了太子府以及皇后的宫中有很多的脏东西。江充、弹劾二人得到了汉武帝的许可，就开始在太子府和皇后的府中大肆的挖掘。果然不出所料，发现了很多的木偶人等巫蛊脏物。当然了，这些污秽之物自然是江充他们自己种下的。
太子知道在自己的府中发现了巫蛊之物，非常的紧张，就问他的老师石德：“我该怎么办？”太子呢，本意是想去200公里以外的甘泉宫向汉武帝解释清楚，但是呢，石德却说现在江充手里有证据，所以现在即使是面见到了天子，恐怕也很难解释清楚。不如咱们先将江充抓起来，下入大牢，严加审问。得到真相以后，再禀报给你的父皇。而且这段时间，不管是太子你还是皇后，都派出人向你的父皇问安，但是居然都没有见到你的父皇。你父皇现在是生是死，都是个疑问。太子还记得当年的扶苏是怎么死的吗？当年秦始皇驾崩以后，赵高、李斯隐瞒死讯，假造圣旨，逼迫着公子扶苏自杀。而公子扶苏不知父皇已死，就这样中了他们2人的圈套。太子刘据想到这里，不由得暗吸了一口凉气。最后思虑再三，还是下决心采纳了石德的建议。太子让自己的门客假装汉武帝的使者去质问江充，然后矫诏抓住了江充与弹劾。江充被当场处斩，而方士弹劾也在当街被做成了烧烤。当时事出紧急，所以居然没有加孜然。或许也是因为事出仓促，居然放跑了和江充一起办案的当年曾经构陷过太子的黄文苏文。苏文逃出了长安，马上就奔向100公里以外的甘泉宫，去向汉武帝禀报，说太子谋反了。但汉武帝不相信，汉武帝觉得可能是江充逼迫太甚，被迫自卫，所以才杀了江充。于是汉武帝就派出了他的一个得力的探监去长安去打探一下。可是这位太监到了长安以后，担心太子真的谋反，他就不能活着回去，于是并没有进长安城，就匆忙的回去禀告汉武帝，说太子真的谋反了。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就命令丞相刘屈毛率兵平叛。而此时的太子刚刚召集文武大臣，向大家宣布说，父皇在甘泉宫可能被奸臣所胁迫，而且奸臣正欲作乱。他这样说实际上是犯了一个重大的失误，因为只要这时候汉武帝刘彻一现身，他所有的借口都将是成了打自己的脸。果然，等到汉武帝现身以后，太子谋反的传言就不胫而走。太子还去未央宫，向在宫中的他的母亲卫子夫禀报了发生的一切。卫子夫知道此时事情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呢，就把自己宫中的卫兵都交给了太子。太子调动不了长安城内的军马，所以只能组织一些囚犯和长安的市民，以及皇后与太子的卫队一起来对抗丞相刘屈毛率领的正规军。这场战斗持续了9天之久，死了好几万人。最后太子败逃，汉武帝平叛成功。政变失败以后，太子刘据趁乱逃出了城。平叛的汉武帝回到长安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派人到未央宫去收皇后卫子夫的印玺。但在这个使者到达之前，卫子夫已经自杀了。卫子夫为什么支持太子发动政变？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到当时的事情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不如倾尽全力帮助自己的儿子做最后的一搏。在卫子夫的心目中，可能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子是在他的夫之前。那么他又为什么自杀？其实我觉得就是4个字：生无可恋。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死了，外甥霍去病死了，卫子夫的姐姐死了，他的孙子始皇孙刘进死了，外甥卫抗死了，他所有的让他牵挂的亲人都已经死了。这时候他唯一的亲人可能只剩下了她的丈夫汉武帝刘彻。可杀死她的这些亲人的元凶正是她的丈夫，她现在还能够把他当作亲人吗？所以生无可恋。
卫子夫的年龄和汉武帝应该是非常的接近，这时候已经是60多岁，他也不想再承受即将而来的羞辱，所以还不如就这样干干净净地走开。卫子夫死了以后，被苏文用一个薄皮棺材草草地埋葬，葬于长安南郊的桐柏亭。逃出城的太子刘据隐身于一个贫苦人家之中，他以前曾经对这个贫苦人家有过恩惠。这家人虽然穷，但是知恩图报，他们并没有去出卖太子去换取高额的赏金。但是西汉那时候的贫苦人家实在是太穷了。刘据带着2个儿子住在了这家以后，这家人马上就吃不饱饭了。刘据看到这家人的经济窘况，就让他们去联系自己的一个有钱的朋友，但没想到此举却暴露了自己的隐身之所。当地的县衙派兵包围了刘据所住的茅屋，刘据不想受辱，自杀而亡。而后被杀的还有他的2个儿子，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的亲孙子。汉武帝把当时参与围捕太子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封了侯，因为他们都立有奇功，因为他们杀死了他的儿子和孙子。再后来，在田千秋等大臣的建议下，汉武帝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错杀了太子刘据。于是他特意建了一个思子台，怀念那个被他逼死的儿子。他也严惩了那些巫蛊之乱的始作俑者，比如说江充。为了解自己的心头之恨，汉武帝竟然恢复了汉文帝时期就已经被废除的夷族之法，灭了江充的3族。而那位构陷太子的太监苏文，则让汉武帝烧死在了当街，这次又忘了加孜然。汉武帝虽然知道自己有错，但是他并没有给太子刘据平反，更没有为皇后卫子夫恢复尊号。皇后卫子夫仍然是孤零零地葬在了长安南郊，一个连墓碑都没有的地方。再以后，汉武帝驾崩以后，刘弗陵继位，就是汉昭帝。汉昭帝也许真的是当初喝的太多的过期的羊水，所以他英年早逝，皇位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又传到了一个叫刘病已的手中。刘病已后来改名叫刘询，他就是后来的汉宣帝。他的父亲是始皇孙刘进，他的爷爷是太子刘据，他的曾祖母叫卫子夫。而扶持帮助汉宣帝继位的这个人叫霍光，他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卫氏的外戚。兜兜转转，皇位还是回到了刘据一脉的手中。兜兜转转，扶持这个皇帝的有力的外戚，还是与卫氏一族有脱不开的干系。不知道此时长眠在地下的汉武帝又该作何感想？汉宣帝继位以后，追谥他的曾祖母卫子夫为思皇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有独立谥号的皇后。一般皇后的谥号都与她的皇帝的谥号是一样的，比如说汉文帝的谥号是孝文皇帝，那么窦皇后的谥号就是孝文皇后，而卫子夫却是有着一个独立的谥号。这或许也是卫子夫的心愿。卫子夫最终是陪葬于茂陵，茂陵就是汉武帝的陵墓，只是陪葬。合葬这个位置名义上是给了汉武帝曾经宠幸的李夫人，但是李夫人的陵墓实际上是离汉武帝有500米之远，这个距离肯定不是合葬的，所以最终没有人与汉武帝合葬。这个在他一生中有过2位皇后、无数宠妃的人，当他长眠于地下的时候，竟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或许这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一个结局，或许这就是一种宿命。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